近日，面对澳大利亚的疯狂挑衅，我们终于对其发起了最强反制。据国家发改委网站5月6日公布的消息显示，由于近期澳大利亚对我国做出的一系列不友好行为，严重破坏了中澳两国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国家发改委决定从即日起无限期的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此消息一经公布，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可谓是立竿见影。据彭博社消息称，在中方发布声明后，澳元的汇率就随之下跌，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 0.6%， 低至 0.7701 美元。另外，澳大利亚股市也受到了影响，相关指数下跌 0.8%。 对此，有澳媒评论称，中国官宣与澳大利亚停止经济对话，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经济水龙头将被关掉，甚至是拆除。因为有数据显示，从去年截至今年3月份，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商品价值约为1490亿澳元。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双方之间数千亿的生意恐怕将遭受严重打击。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果然沉不住气了，便在中方发布声明的24小时内就对中国开始服软。据澳媒第七新闻报道称，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对媒体表示，澳政府希望能与中国进行对话，因为目前的局势对两国的利益都有所损害，并且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加强对话。此外，除了特汉的表态之外，澳外交部长佩恩也在当天表示，澳方非常愿意与中方展开任何级别的对话。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眼熟？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澳大利亚第10次与中国请求重启对话了吧？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这种表态，我们能够信任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信，因为从之前的表现来看，澳大利亚这些政客一直都是嘴上一套背地一套，表面上说是想与中国缓和关系，但实际上却做着危害两国利益的事情，这一次也不例外。据环球网5月6日报道称，澳大利亚一家军舰制造商对外宣称，将从韩国手中收购菲律宾苏比克港造船厂，并且准备将这里打造成美澳军舰进入南海的基地。而据资料显示，苏比克湾距离我国岛屿仅有300公里，如果美澳军舰真的在此驻扎，那么将对我国形成直接威胁。最后我们想说，澳大利亚本来与南海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但是现在却积极的在南海港口布局，甚至建设军事基地，很明显这是在针对中国。所以对于这种表里不一、反复无常的国家来说，我们根本不用理会其会说什么，只需要关注他们在做什么。至于那些政客们叫得越欢，那就证明我们的制裁越有效果。据参考消息报道，刚刚正式上任的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表示，将会在5月下旬访问日本，并和日本的防务官员继续谈论台海局势，其中还要针对琉球群岛等诸多日本周边防务问题。说起来，自从日本彻底倒向美国，先是首相菅义伟访美和拜登白宫会面，再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会谈，然后是如今美日再次商讨台海局势，美新任印太司令上日即访日。而且据悉，这次阿奎利诺不仅要见日本的防务大臣岸信夫，还要见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甚至还要会见菅义伟。所以在短时间内，美国和日本频繁交流，甚至交流内容大篇幅都是环绕台海局势以及琉球群岛问题，其背后目的显而易见。此前上任印太司令戴文森表示，解放军会在6年内就解决台海问题，就这已然在国际上引起一番风雨。而这位阿奎利诺还表示，因为解放军会更快完成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这次很可能也会在和日本会谈中再次提及这个6年节点，并且按照美国近年和日本互动来看，美日很可能已经在准备对台海出手。不过正式宣战或许不行，但暗地里行动就完全可行。比如最近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表示，近日有一艘停靠在台岛的船只十分可疑，因为这虽然不是美国所属的船只，但却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自从2020年以来，这艘船就一直跑日本和台岛两地，期间还参与过一次美国军机在日本坠机的救援行动。有分析人士猜测，这或许是美日针对中国的一步棋，可能是秘密运送武器装备，也可能是秘密运送一些人员。当然，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不会在国际海域说拦截就能拦截他国船只，更不会在自己领土上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拦下他人船只。所以目前尚且不知道这艘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从掌舵到外交，再到防务、军队，
再加上最近日本架起了那个南部琉球群岛的防卫力量，可谓是对附近的中国实控岛屿虎视眈眈，所以美日很可能已经在准备对台出手。毕竟台岛是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一张牌，毕竟用着这张牌才有可能让解放军投鼠忌器。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统一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统一势在必行。所以美国如果想要继续拿捏这张牌，那么最近必然会继续对台岛出手。但是美国还是小看了中国，台岛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虽然中国不想用过激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只要美国胆敢率先出手，那么中国也不介意让美国在台海沉上几艘船。众所周知，日本作为美国恶华的急先锋，一直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近些年来，在美国的极力拉拢下，日本积极加入了反华的阵营中。尽管军事实力不如中国，但是在得到美国的支持下，日本还是冲在了抗华的最前线。不仅屡次在中国周边海域以及相关岛屿等敏感问题上不断对中国发起挑衅，最近居然还联合法国海军在东海附近区域进行联合军演，挑衅意味明显。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6日报道称，法国海军须库夫号护卫舰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补给舰近日在东海附近区域进行了联合军演。对此，俄罗斯专家认为，日法此次军演很有可能是为了后续美日法三国演习做准备的，并且还有西方媒体认为，日本和法国在东海演习是有意在牵制中国，企图以展示肌肉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威慑。但是我们都知道，仅凭日本和法国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较，所以这场演习更像是日法两国为了讨好美国所做的举动，以此来博得美国对自己国家的更多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此时也在该片海域活动，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美日法澳在看到中国出动双航母编队之后，想要联合起来对抗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航母编队目前已经离开了东海，紧接着俄罗斯舰队却又开进了东海。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当地时间5月5日下午4点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有4艘俄罗斯军舰穿过了对马海峡，驶向东海。这4艘军舰分别是瓦格良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反潜舰、完美号导弹护卫舰和响亮号导弹护卫舰。据悉，这4艘军舰都是俄罗斯的主力战舰。很显然，俄军这是摆出了随时开打的架势。对此，有日本专家认为，不排除这是俄罗斯在为中国撑腰，或许中俄会联手应对东海突变的局势。众所周知，在美国极力拉拢盟友对抗中俄的同时，中俄也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关系。虽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中俄会结成军事同盟，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当美日法澳联合对抗中国时，俄罗斯舰队就出现在了东海，这至少能让美日等国看到，中国在东海并不是孤军奋战，在我们的背后还有俄罗斯这个值得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想说，美日等国在挑衅中俄的时候应该要慎重考虑，因为你们挑战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相互扶助、共同抵御外敌的兄弟同盟。